这个喷很多。是哦。对，不要这样太。我好像 MA 是我的车。那个欧西味，那个巴西味。大哥，这边。你还有加啊？看到我家的脸就知道，这句话你要听过的，很熟哦。很熟啊。车又坏了。用白膜白灯的 layout 啊。Everyone, welcome to my vlog. I am Xi Wei Sing. OK， 好了，现在我总算平复了心情。刚才大家都看得到有黑烟从我的 What cover 那条管出来了，然后我们怀疑是 piston ring 已经断掉了，所以刚才我驾到后尾的时候，有看到 video 的时候，已经发现到车好像没有什么力了。在还没有车没有力之前呢，其实我的检查黑油的那个pin呢，那个针已经弹出来了。我们尝试插回去，它又再弹出来，证明说里面已经有 compression 了。所以应该是 piston ring GG 了。现在礼拜天，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应该啦。应该是换整粒 engine 了，然后这粒可能就慢慢去修，打开来看是什么问题，然后能够用的零件呢就收起来先。很多网友都有讲啦，我用的这个 piston 呢不适合在turbo，然后又稍微把 boost 增加一点了 ，piston ring 就不耐了。现在我只是想，有没有弄到我的 block？ 如果我的 block 还好的话呢，就这里还可以修了，然后放这，有什么问题又再装回去。我驾过来的时候啦，跟之前炸 gasket 有一点点相似，但是这次没有这样严重啦，也是有听到啵那种好像 Subaru Boxer 的 engine 声音。明天再打算怎样？方案一换 engine， 方案二就是拆了然后再 review。我们决定了调 engine， 其实这个是 Wallace 的 engine 嘛，然后就跟他借用了，再看怎样。现在我要换上的 engine 呢，就是这一粒 Supercharger。这个其实它不是德波的 engine 啦，但是它的料呢跟德波的是一样的，它 piston 呢跟 block 呢也比较好。很幸运啦，那时候 Wallace 啊，他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呢，买到这个 engine 啦，然后他就放在这边，就等待着随时 backup。不要看它这样烂啦，应该是可以 start 车的啦，也是可以跑的啦，希望啦，希望。
去 start。刚才 Johnny 有转了一下那个 engine 的 crank， 我是有听到有风声啦，这证明说 engine 它还是有 compression， 是可以 start 啦，但是就等装先咯。装了这里嘞，我红猪的 engine 啦，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等拆开来了再看怎样先，应该是不会弄到 block 哎呀。Touch wood， 希望我那里红猪的眼睛还好，好起来真的是没有事啦，只是说我好像听到有一点点咕咕咕咕的声音，先装这个眼睛进去先。我俾 EF 咗冧我啦，啲咯。这个尾壳跟这里大太多了哦，真的很多啊，所以只要不对 Johnny 的错，因为德波不刚尾壳那边太过长了，会顶到引擎室的 side wall， 所以没有办法用不到这个德波，就还回去咯。今天就是这样子了，什么也不能做了，现在只能够等他们帮我拆我的 engine 下来，都新的，不是新的啦，接了上去。现在我也要找 piston， 还有德波。又是新的一天了，已经把 engine 拆出来了。顺便检查我的 clutch 皮，看起来还有很多。Good。今天就是把 engine 拆开来，然后把我之前那里 engine 的 sensor 黑油底全部拆过去那里 supercharge 的 engine。这次因为我不想自己动手了，因为自己动手花的时间太久。然后因为这个礼拜天呢是公共假期啦，我们要去宾都路2个小时的车程过去漂移交流，是我们咪咪自己过去啦，不是 event 也不是活动，所以这次花钱就是你们要多多 support 我的周边产品 shop.hiweiseng.com OK shop.hiweiseng.com 这样子我才能够促进经济循环。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也是我的 alternator supercharge big pot， 它这个洞口比较大的早期的 4AGE engine。我的这一粒呢是最尾期的，它是 small pot 的，它洞口比较小，但是它中间没有夹着蝴蝶片。然后你看我的 head 这边呢，它有黑油管流下来 block， 这个就没有，看到吗？这个就是早期86 engine 所谓 blue top 16 valve 它会有的。简单来讲呢，这个就是它本来这边是有叶片的，当你 engine 低转速的时候，它这些叶片就会关着，踩大油门呢，它这些叶片就会开。以前他们16 valve 设计这个的作用呢是要省油啦，但是后来发现到这个呢车子会没有力，隔着一层东西，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叶片拆掉，这个就会夹在 intake manifold 跟 block 的中间。如果没有放这个 gap 在中间的话又不行，因为没有放这个的话呢 intake 会漏气。刚刚做好的 video， 这是古晋跑 Gymkhana 的，
看回那天比赛的画面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太久没有比Gymkhana的后果。转过来 ，NG 已经在车里面了，已经连接去压箱了，完成60% 了。其实我很好奇哈，这一粒 NG 啊，跟我之前用的那一粒啦有什么分别？这个原本就是 supercharged 的了，现在换一粒 turbo 上去。但是还要上马力机，因为没有 tune 过。现在是用这个电板了，这一粒引擎呢是用以前原装的电板。今天就算能够开走驾出去了，也是要做一点点的调整才能够开，不然的话又是炸了。这个就是我旧的 engine， 其实很多东西都还很新，现在还没有打算破开来看，因为时间有限，budget 也有限。所以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打开来了。Piston 要换，除了 Piston， 我暂时就还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要改了啦。有多余的钱才换那种 valve spring 啊，给它比较有力一点，换 high cam 咯，高转的时候比较有力。这里 engine 啦，其实是16 valve 最新的嘞，这个真的是我得来不易啊，不一样的16 valve。现在就是希望这个 engine 装上去了嘞 ，clutch finger 能够刹车。不要有漏这个漏那个，去边度路可以啊，打。又是另外一天了，现在是可以看到多的 body intake manifold 的波已经装上去了，剩下就是一些繁琐的 wire。其实要做一个铁板在德波的尾壳那边，给那个德波不要烧到我的电线啦，所以那个算是一点点的 upgrade。希望今天能够刹车啦，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4了，2天后我就要开车上 Bintulu， 2个小时的车程。其实他们现在在拍着我的帽子的宣传照，这个就是我的帽子。嗨 Auto Pui Manual is the best， 在后面啦，看不到。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个帽子的话呢，去到 shop.hiwaiseng.com。我真的需要钱啦哈，你们看一下这个 vlog 都知道我花了不少錢那邊。這個真是 professional 專業嘅，就係唔同。成功start到了，还要 tuning 啦，因为之前的电板呢是 tune for 我的耐力 engine， 所以我觉得 tuning 不懂来得及今天做吗？我已经不懂要讲什么了。就是那个小小的哈，射到完，对，射到完水不会下。对。我们怀疑 engine 的 gasket 呢有破掉，所以该踩油的时候呢，水箱的水会喷上来，因为有 pressure，piston 的 pressure 漏到水管，然后我们也发现到水箱非常肮脏，应该是之前的旧的 engine 呢里面太肮脏了，所以导致我的旧的水箱呢已经塞住了，后天要开车去宾都路，后天。不过还有一个可能啦，就是肮脏塞住了那个旧的水箱，导致那个水不会过，所以塞在那边。现在有个水箱 radiator aluminium 的，我相信这个装上去应该我的车会比较冷啦。不能装，不能装的不懂。哦，谁的那个？咖溜买的。radiator 给不带。OK， 今天第5天了，明天我就要上宾都路了。现在又下大雨，车还没有弄好，很紧张。
刚才其实水箱装进去，发现到 intercooler hose 要改，这个喉要买过，走路去小军店那边买。喉已经买好了 ，BS Motorsport。打到。这个就是我以前的水柜，我对比一下啦，看到吗？现在装了这个巨雷迪的水柜啊，跟你讲，现在完全不会热车了，因为平常我开 aircon 啦，这样子开 aircon 停着啊，已经是100度了。现在开着 aircon， 车 idling 很久了，80度，还没有试驾，等下一架 on the road try 一下，看它的表现还会不会这样平稳。不过这个 aluminium 的这个水箱呢，真的是比较厚，也比较长，我很期待，很期待。再试一试啊，会吵了，再试啊。没有以前有力，为什么比较低？是吗？12磅哦，12磅是。关系现在已经5点了，Dyno店也已经打烊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了。明天我就要开车上滨都路了，所以只能在路上开，然后稍微调整一下汽车的 ECU。现在换了水柜驾车。开着冷气呢，通常以前这样子的情况开车，冷气已经是不会冷了的。然后我的水温呢，应该也是已经到100度了的。现在，哇，真的换了水柜，没有超过90度。这一集的 vlog 呢，我终于知道水柜的重要性了。我觉得就这样子结束了。喜欢我这一集的 vlog 的话，请大力的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Hiwei， 喜欢看我这样子修车的 vlog 的话，一定要 like，OK？ 真的是修了好多天，然后也花了很多钱，所以记得去我的 shop.hiweiseng.com support 我一下 ，OK？ 帽子50块一顶，我们下一集见。